来到陕西的关中平原，你可能其他的不会注意，但是大地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堆，你一定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些就是秦汉唐时期的一些陵墓，有帝王的，也有王侯将相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个唐朝时期非常著名的这个人呢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他就是程咬金。很多人对程咬金的印象都是影视剧中那个马大哈，但是真实的程咬金是否如此呢？他的出身是不是很低呢？现在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程咬金的故事。程知节墓，程咬金的墓就在这个后面，前方那个土堆就是程咬金的墓冢，他也算是唐昭陵的陪葬墓。李世民去世之后，他是安葬在陕西那个九中山上面，刚好是渭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一个分界线。我们之前也去看了九中山的昭陵，就是李世民安葬在这里啊，能够俯瞰他的大唐帝国，俯瞰关中平原。所以李世民去世之后啊，安葬在那里。同时，李世民手下那些大臣去世之后，也是陪伴在昭陵。在中国古代呀，特别是秦汉唐时期，如果是一个杰出的皇帝、伟大的皇帝的话，他一般都有很多的陪葬墓。你像汉朝的汉武帝，还有那个唐朝的李世民，包括武则天，他们都有陪葬墓。你像九中山周围方圆数公里啊，都是陪葬墓。按照考证，大大小小的话有190多座。比较知名的，你像魏征、房玄龄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这些人，都是陪葬在昭陵。也就是说，在生前，他们跟李世民一起奋斗，一起打天下、治理天下。那去世之后呢，也是跟随着李世民。你像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程咬金的墓，那在前方大概1公里处就是尉迟敬德的，然后在1.5公里呢，可能就是秦雄的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像那些房玄龄、魏征、李靖这些人物呢，就离九中山近一点。那这个很简单，就是说的李世民越器重的大臣，他越离九中山那个地宫越近。现在是在一片果园当中，程咬金的墓呢，四周都是果园，有那个柿子树，还有一些桃树等等。由于现在属于冬季和春天的交界的时候嘛，关中平原很多树枝都是没有叶子的。你如果夏天来看的话，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。程咬金的墓是能够考证的出来。其实，在昭陵附近陪葬墓非常多，有一些人能够考证出来，有些人还是考证不了的。考证出来的基本上是通过墓中的墓志铭来确认身份，因为这个墓离现在大概1300多年，很多是已经被盗了，所以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保护挖掘，就能够看到里面有墓志铭。那么最神奇的就是，我们一般都以为程咬金的身份呢比较低，因为看影视剧中也能看得出来，他那个没有智慧，只会3板斧。那真实的程咬金呢？等一下我们去到这附近的昭陵博物馆，通过看他那个墓志铭，就能够了解到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影视剧中演绎程咬金、尉迟敬德、秦雄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身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墓志铭都能够清晰的看得出来。这个封土堆大概是10多米高，我们大部分能够对照他的墓志铭以及那些碑，能够确定他的身份。那有些已经被损毁了，就不知道了。我们走上去看看。这个地方基本上冬天来还好一点，夏天的话可能树枝太茂密不好走。这里有一条小路，就证明经常有人会来这个封土堆上面走一走啊。在秦汉唐时期，他们的陵墓大部分都是这种封土堆形式，包括一些帝王。你到了唐朝时期，李世民就是因山为陵，在那个时候才基本确定了唐朝帝王陵的形式。再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就是九中山。所以说程咬金
离九中山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。在前面可能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土堆。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呢，其实程咬金的墓已经属于九中山的边缘地带。它跟在九中山脚下那些人员不同啊，李靖的、房玄龄的都是在山脚下，而魏征呢是在山上。在大城里面，魏征的墓应该算是离李世民的地宫最近，垂直就直线距离大概可能就2公里左右。你看前方有个土堆，那边也有。这四周的环境全是果园呢。这个墓是已经被盗了，里面有好多洞穴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不知道是不是盗洞。这里有，然后前方也有。像这种1000多年的墓啊，很多是被盗的，特别是关中平原这些。哇，这里难道是掩埋过吗？搞不懂啊！大家看一下以前陵墓的夯土是怎么弄的，它就是一层一层夯实的，明显看得出来有那个层次感，就是弄一层压一层，弄一层压一层这样上去。他们这些土基本上是经过爆炒暴晒的，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土里面上千年不会长东西出来。像用夯土建造东西，在明朝还有个特点，因为在西北都是黄泥土，它修的长城或者城墙很多也是用黄泥，他们那些材料呢也是经过爆炒暴晒，在修完成之后还用大力士测试，就是拿箭射击这个城墙或者长城，如果那个箭呢脱落了就没事，如果说箭能够插到城墙里面去，那当时负责这个工匠还有那些监督者就要会受到处罚，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责任制。你像在南京修建那个城墙的时候，很多砖上面还有名字啊，这个应该算是古代最早的那种责任制。在旁边又有一个巨大的洞穴，我感觉这里啊可能就是以前的盗洞。你看下面还有空隙，不知道当时专家发掘这个程咬金墓是不是从这里进去啊？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像这种封土堆他们当时怎么建造的？是不是在里面建设之后再从上面填封土上去，等于这里面是空的，就跟明清的帝王陵先在一个地方盖好那个墓室，然后在上面放土，它这里估计也是一样。大家猜想是不是这样的？像这种程咬金，包括旁边一些大臣，他们这个墓穴啊，应该不会太大。我们通过这幅图来看一看它地宫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。一般在唐朝帝王陵以及大臣的墓，它也是有规格，皇帝的按照资料记载是5到10门，那王爷公主可能就3到10门，后面呢1到10门、2到10门。其中地宫里面的构造呢，也是有前室、中室、后室。当然墓室里面的陪葬品、墓室的壁画以及墓室里面的大小都能够决定主人的身份高低。还有一个展现身份，就是这些墓前的碑，像这些碑都是昭陵陪葬墓前的一些碑，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有高有低。那么越高的代表呢，皇帝给他的尊荣越好，也就是说身份越高。同时呢，在这个碑上最顶部呢还有职位，字数越多的代表这个人，代表他的职位越多。眼前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的石碑，它的主人就是李靖。这个人在唐朝初年功劳是非常大的，受李世民的器重，所以这个碑才这么大。这块有点破损的碑就是程咬金墓前的，现在是放在博物馆。这个上面主要是当时程咬金去世之后，有一位大臣给他写了一个祭文，在昭陵所有的那个陪葬墓、大臣墓都有这块碑。因为在昭陵陪葬的话，都是3品以上的王公大臣以及皇帝的女儿还有儿子等等。程咬金是一位在中国古代民间最具知名度的历史人物之一，大家大部分是通过演绎和一些影视剧中了解。当然程咬金的形象已经大大的深入人心。不过程咬金是否真的如此呢？首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他。程咬金他的真名是叫程知节，只不过是很多小说把他叫做程咬金。他是唐朝开国名将，封卢国公，位列凌烟阁24功臣，在唐太宗时期官拜大将军，
我们一直看的小说也好，影视剧也好，主要是描写程咬金为了生活，被迫呢当了土匪一样，后面呢有18条的好汉聚义瓦岗寨，最后呢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下。那在这里呢就讲述了程咬金他的家庭生活很贫苦，就是出身比较低微，但是我们通过程咬金的那个墓志铭啊，其实可以了解到真实的程咬金就是程知节，跟我们演绎中的程咬金相差太大，里面呢还隐藏了很多东西。在这个墓志铭清楚地写到，程咬金的父亲以及祖父啊都是以前的官员，就程咬金他并不是穷苦人出身。你看他这里还写得很清楚，大宗正这个是在古代一个相对来说职位还比较高的，所以说程咬金程知节他其实也是官宦人家出身的，就是一个官二代，而且呢是起码的话祖父3代是从官的。从这里呢也能够看得出来，跟我们平时了解到的信息差别很大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经常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这句话呢使得程咬金留名千古，因为讲述的程咬金武功平平，凭3板斧子打天下，脸皮厚，歪点子多，总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堪称福将。其实真正历史上程咬金的武器不是发斧，而是马槊，就是一种马上能用的长矛。这种兵器可不是说有就有的，基本上要好几年才能制成一把。所以说在这里也能够看得出来，他家里条件比较好，算是武将世家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看程咬金他一生的职位，就能够知道他这个人不简单。你像李世民手下那么多文臣武将，如果程咬金能力不行，他不可能进入凌烟阁24功臣，并且呢他不可能当过幽州都督，当过那些大将军。幽州都督在唐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，基本上是在边疆镇守啊，所以说他这个能力也很强，要不然李世民也不会这么信任他。并且当时唐太宗病重的时候，李治呢还在外面巡游，是程咬金亲自把李治送回长安继位的。从这里也看得出来，程咬金深受李世民、李治2代皇帝的信任。最终在公元665年，程咬金去世，享年77岁。他当时皇帝给他的谥号是襄，陪葬昭陵。程咬金的墓冢在这里也差不多1300多年，不过就是非常可惜被盗了。看完大家是不是觉得程咬金的身份不一般，跟我们平时想象的是不是不一样？